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淘宝开箱第5集。今天呢，最主要开箱的是一些我精心挑选、看过很多人家博主的测评，然后去选出来的一些韩系彩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超大一箱，但是为什么它已经打开了呢？因为昨天呢，其实我晚上就已经收到这个包裹，然后我原本昨天晚上就要录了，但是昨天晚上的光线特别不好，然后我的台灯是黄的，所以我在手上试完色的时候呢，我要展示给镜头看的时候，哇，发现什么都看不到，我真的大傻眼，所以我们就留到今天早上再来开箱啦。我昨天已经开了2个东西了，那我们就先从那2个东西开始介绍吧。这个是我买的一个浅棕色的染眉膏，它这个是 Peripera 的，我买的是06号色。我的眉毛其实算是很粗的，就是它长得其实非常的有点那种野生眉的感觉。我之前的话大概是这个的，大概是有这么粗，但是我这个已经有修过了，只是没有修得很好而已。所以我平常化妆的时候，其实眉毛最后会看起来有点突兀，就是会看起来太浓了一点，所以我想说买一个浅色的染眉膏，我们来试一下好了。它整个染完之后呢，你的毛流感就不会那么强，而且它是那种雾融融的那种感觉，你整体眼部就会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，就攻击性就没有那么强。韩妆毕竟就是要柔和一点的风格嘛。然后除了染眉膏以外，还有一支眉刷，我买的是这种，它的侧面是长这样子的，它其实就是很贴合你的眉毛的形状，就是你只要沾粉，然后这样子去横的话，基本上呢，你的一个完整的眉形就可以出来了，所以就是对新手来说比较友好一点，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。然后它这个毛，我是觉得挺柔软的，只是它就是已经掉了好几根毛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可以撑多久。然后它还送了一个粉色的睫毛夹，但是我已经有其他的睫毛夹了，所以我这个就先不开了，我就留到之后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就好了。下一个，这个真的是我最期待的一个，它是我们 Wigmake 的眼影盘，我这次买的是08色号的，它是哈密瓜色系还是蜜桃色系的？它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非常粉色调的一个眼影盘。然后呢，它的颜色基本上没有到很深，大部分都是那种浅色的打底色，所以就算你不小心下手太重的话，它颜色应该也不会到特别显脏。这里白色这个是细闪，这个香槟色的是粗闪，对哦，你看这个白色真的很闪欸，很漂亮，而且它的粉质我觉得好好，它不会飞粉欸，颜色真的比较浅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我就先试了几个，然后基本上呢就是这种淡淡的粉调，我要疯了。反正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淡淡的粉调，这是初闪，打出来是长这个样子，就是哇，特别的布灵布灵的感觉，哇！但是它这样16色，我觉得我接下来可能2-3年都不用再买眼影，基本上我会用的颜色都在这里面了，耶！这是 Clio 的唇线笔，我买的是蜜桃色的哦，好可爱哦！它有附一个小小的削铅笔记耶，好可爱哦！然后这就是它的本体啦，试一下。哦，是真的很丝滑的，而且它是这种淡淡的玫瑰色的这种感觉，显色度特别好。那我试一下，有差别吗？好像没有欸。我通常上粉底的时候会把我嘴巴盖到我的嘴唇上面，但是呢，后来在上口红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粉底跟口红就会有一点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就会整个看起来糊糊的、脏脏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想说，我就买一支唇线笔来试试看，能不能画出一个好看的唇型。然后另外一个也是 Clio 的眼线笔，但是我有点忘记我买的是眼线胶笔还是眼线液笔了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它是做一个这样子小正方形的设计，然后我买的好像是深棕色的吧，它画起来超丝滑的，天哪！
且这种深棕色就是比较贴近你本身眼睛阴影的颜色。因为我现在的眼线笔是浅棕色的，但是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突兀，然后会有一点点显脏。它这个真的直径其实挺粗的，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好不好控制。哇，它是真的很好看，它跟我的睫毛根部的那个颜色真的是很像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，所以它画出来特别自然。只是它真的有点太粗了，它眼尾不是尖的，它眼尾是圆钝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可能就是你画完之后，你还得用手去给它修一下那个形状。一下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新大陆，等一下，你们看，蹭不掉哎，哇塞！持妆力也太好了吧！这是我买的撒缪的喷雾，它这个刚好就是买1送1，所以是2瓶100ml的。这样，它喷头超细腻的，而且它的范围很大。其实它好香哦，这个香味好重哦。我们先来试，等一下定妆喷雾要怎么试啊？喷在手上吗？它喷完就是这种滑滑的那种感觉，它整个的就是香精味，我觉得有点太重了，没有到很喜欢。但是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很不错诶，而且皮肤有一种润润的，然后不会说到很油腻。到时候试着化妆一下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。对它的期望很高哦，因为毕竟非常多人都推荐这个。这个是施佩妮的双头唇釉，它是这样子。就是做双头的，它这上面2边都可以拆开。这边呢是唇釉的地方，这边是做那个叫什么唇蜜，这边是唇蜜，这边是雾面的唇釉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想要让它变镜面，你就可以叠加这一边的唇蜜。对，它画出来就是有一点偏棕的玫瑰色我买的是193的杏茶色，它的图下面是长这样子，然后跟我的手上。它给我的实物感觉有比较偏棕一点，就是颜色比较深。反正这个颜色也是挺好看的啦，就是冬天、秋冬感觉非常适合。颜色是真的有点太深了，而且我自己是嘴唇比较干嘛，所以我没有到很喜欢雾面的唇釉。然后这是镜面的效果。颜色是挺好看的，只是就是跟我预想中的不太一样而已。但是它这个好处就是说，你可以选择今天想要雾面的或是镜面，只是就是可能要研究一下唇蜜到底应该叠加在哪里，不然会看起来有点奇怪。对，这个就要练一下技术了。这是 Lily by Red 的腮红膏，光这个盒子我就觉得好好看哦。好可爱哦！然后我买的是03号色的气质玫瑰小爱心，是这种很好看的这种玫瑰色、裸玫瑰色的那种感觉，就很适合素颜妆了。它的显色度很高诶，哇！晕开来之后看，就是真的，它是那种很有气血的那种颜色，你就整个感觉是从皮肤里面透出来的那种红润感。哇，好好看哦！就是它不像粉状腮红膏会让你的妆面变成哑光的，我喜欢这种水光肌的感觉。哇！从此以后它就是晋级为我最爱的腮红膏了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小赠品，黑色的，好高级哦！我真的觉得越看越满意耶！天哪！这个是 Fix 的妆前乳，就是这样子小小一罐，这个是30ml 的。因为我看人家它是先用撒缪的定妆喷，撒缪的保湿喷雾先喷一层，然后补个水之后呢，再涂妆前乳。妆前乳主要是让你的底妆可以更好扒在你的脸上，所以它需要那种比较有点胶水感的那种感觉。是这样的。这样的透明的胶状，然后非常滋润，非常好推开。但我挺好奇，人家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就是抹开之后是黏黏的状态？为什么都是滑滑的状态啊？有，它慢慢成膜之后，它就是这种有一点粘手，但可能看不太出来。然后就是好像这时候上粉底就最佳时机。然后我之前还有买他们家的定妆喷雾，个人是觉得还可以啦，蛮好用的。
这是我买的 Hera 的粉底液，人家都说其实粉底的遮瑕力还是会比气垫好一点，所以我还是买了一个粉底来试试看。加加，我买的是白金19N1的这个色号，偏白皙的跟自然肤色的正中间吗？但是我感觉这个颜色好像是真的有点太白了吗？哦，它的流动性感觉不错哦，不会说太稀，但也不会说太浓稠。但是这个跟我脖子好像色差蛮明显的哦，它真的蛮好推开的。哇，有没有那种水光肌的那种感觉？我好像水煮蛋哦，天哪，很棒哎！但是因为你看我这个痘印其实还没有被遮住的，所以可能后续还是得上一些遮瑕。它的妆效很棒哎，而且连鼻翼这边都处理的特别好，而且特别的滋润，不会有那种拔干的感觉。因为我自己是混干皮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太干的粉底。它整个拍完之后就是这种很轻薄的妆效，很有光泽感的那种感觉，推荐给大家。我好喜欢哦！这是我买的2支鼻影刷，这个是比较大的镰刀刷，这样子。然后它的毛其实很柔软诶，整体质感感觉不错，感觉这个就很适合修这边，就是顺着那个轮廓。因为我其实现在修我是拿那种小的火苗刷在修，所以它有时候看起来就会有一条线在那边，有点比较生硬。所以我想说买这种大的，然后软软的，应该会比较好晕开。然后这支小的镰刀刷，就是主要是拿来修鼻头的。这是真的很臭，所以我要洗一下再用。这个是假睫毛，我也是跟着博主买的。他就是说这种的话会比较适合韩妆那种根根分明的睫毛。可是我这次买的不是面胶的，我这次买的是需要睫毛胶水的，所以我得练一下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睫毛胶水，对，不知道能不能贴得好。它这个叫什么？白玉兰漫画上睫毛，希望好用。如果不好用的话，呵呵。然后下一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买的2支眉笔，它是这种双头的，它里面这一支呢应该是深棕色，它就是做这样子，有点像刀片的那种形状。然后呢，它另外一边是真理的眉毛梳，它的显色度其实很低，但是它的毛流感是真的蛮强的，因为它非常细。所以你这样画出来，感觉就非常自然，这样子。我画的是不是挺好的？这个，哇，我觉得还不错我好厉害哦。好吧，一上眉毛感觉就不太行，前面感觉就好突兀哦。没关系，我再练一练就行了。03是浅棕色，这个是浅棕色的。那还有另外一支是02深棕色的，这样子，这个是深棕色的。这边这个是深棕色，这个是浅棕色，还是有差别的。但我觉得看起来都蛮自然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手上画的时候，它是比较细的那种根根分明的感觉，可能脸上比较油，它画出来有一点粗。然后它的晕染它没有防尘，一搓就不见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彩妆品了，就是假睫毛胶水，因为我刚刚不是买了假睫毛嘛，然后那个是需要睫毛胶水的，所以我就买了一瓶假睫毛胶水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蛮大一瓶的，这个是几ml的，8克，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细细的一条，然后去取那个胶水，你们可能看不太到在哪里，但是它是在这里附近，它干的时候就是变透明的，所以不会说在睫毛上面就是会看起来那种乳白色很奇怪的那种颜色。OK， 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我今天的战利品也是真的非常多，也是挖到很多很喜欢的东西了。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你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啦，拜拜。